高玩大佬玩游戏，竟然在游戏里被 NPC 吊打。桑乐之前被宿敌找上门来，还是靠妹子出手才勉强逃脱，所以立马就去找霸哥试炼。前9关历经重重困难都已经完成，在第10关即将开始的时候，霸哥竟然出现了，手里的是刚出去现抓的怪，专门用来给桑乐当试炼的。当然，霸哥笃定现在的桑乐还打不过这个树魔，只要求他能存活5分钟就算赢。桑乐心想，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。结果树魔差点一击把他给秒了，而他甚至都没有看清树魔的动作。紧接着无数树根狂风骤雨般袭来，桑乐只能上蹿下跳的躲闪，但只靠躲是躲不了5分钟的。落地后他直接折返了回去，一边躲避那些狂魔乱舞的树根，一边迅速接近树魔本体。树根从4面8方齐齐攻来，他一个滑跪滑到了树魔面前，同时挥刀捅了过去，可是却怎么也捅不进去，触感也非常奇怪，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震飞。看来物理攻击对这家伙无效。四伏间又有无数树根连同锁链一起飞来，桑乐左躲右闪，就这么撑过了1分钟。可是一直保持这样的速度和反应能力，继续4分钟太难为人了。现在最难搞的是那变幻莫测的树根，桑乐根本摸不清他的攻击规律，其中还夹杂着一旦触碰就会状态异常的锁链攻击，他光是躲闪就该耗费心力了。而最棘手的还得是手握魔杖的树魔本体，一有空档就会穿插着发动魔法攻击，而且发动的魔法种类还越来越多，从火到冰，打得桑乐措手不及。除了体力上的消耗以外，桑乐还发现敌人的攻击密度越来越高，锁链和树根的数量越来越多，魔法的攻击范围也越来越广，难度可以说是随时间倍增的。不知不觉，桑乐快被那些攻击压得喘不过气了。这样下去，他肯定坚持不到5分钟。突然，他看到树魔的魔杖又亮了一下，难道又出现新的魔法了吗？桑乐身心俱疲，打这个不如让他打卢卡翁呢。高度集中几乎将他的心神耗尽，不知不觉身体沉重的难以动弹，想放弃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，反正挂掉也不会有惩罚。然而在闭上眼睛的前1秒，他忽然清醒，为什么要以打输为前提思考啊？看来粪作玩多了，差点精神都跟着粪作下去了。清醒后的桑乐改变策略，开始在打赢的前提下思考，树魔那个魔杖肯定是关键道具，既然如此，先把魔杖给抢了。他从树根上一跃而下，直冲树魔，弯腰躲避的同时，突然抬腿将树魔手上的魔杖踹飞。果然，树魔立刻就慌了，射出锁链想把魔杖卷回来。桑乐却比他反应更快，一把绝命菜刀扔出去，把魔杖弹得更远了。同时，自己迅速冲上去，躲过重重攻击，终于握住了魔杖。时间仅剩2分钟。虽然失去了魔杖的树魔不能继续使用魔法，但是因为暴走，攻击更加迅猛了。桑乐左闪右躲，又跑了1分钟，在剩下40多秒的时候，面前突然出现一堵树根墙，紧接着一条锁链趁机捆住了他的脚脖子。锁链有简易效果，会使桑乐活动受限。这时树魔含糊地喊了一声拿来，桑乐直接把树魔扔了出去，树魔立刻放弃对他的攻击，本体和树根一起飞过去抢夺魔杖，夺回来后转身对准桑乐，却见桑乐露出一个极具嘲讽的笑容，你是笨蛋吧？就算没有那个法杖，刚刚只要是打我或是做出其他攻击，你就赢了。说完后5分钟刚好结束，桑乐赢了。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是他没想到的，明明赢了，竟然还要被 NPC 追杀。桑乐连滚带爬的逃跑，好在霸哥及时出手，揪住树魔就扔了下去，直接一个霸图压顶就把桑乐打得落荒而逃的树魔弄死了。桑乐一脸懵逼，那家伙不是免疫物理伤害的吗？这时艾姆路过来为他开彩带庆祝，霸哥也解答了他的疑问，原来那树魔没了法杖，就是棵只会移动的树而已，这些对桑乐都已经不重要了，他只想知道通关所有试炼自己能拿到什么奖励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奖励竟然是被霸哥认定为兔之国拉比兹荣誉国民。桑乐心都寒了，不能给点实质性的奖励吗哥？霸哥就一个响指把他的致命混响圈给解开了，好家伙，不仅不给，还把之前的收回去了。不过桑乐也通关了这个兔之国的招待独特剧情，
接下来还有独特剧情 EX 致命兔叙事师，但这个剧情的推荐等级是80级，桑乐现在才30多级，而且看剧情应该是涉及到游戏背景的，他兴趣不大就先放着了，准备先探索一下城镇，顺便前往下一个区域。现在这在游戏里已经被好几股势力盯上了，桑乐就先去艾姆路弟弟那里搞了套衣服。也是在这时候，艾姆路才知道桑乐的鸟头竟然只是个面罩。拿下来的时候，小兔子还大惊失色。就这样，套着一块布的桑乐和变为人形的艾姆路先去买了回复道具和地图。能从这个城镇前往的区域有3个，分别是树海窟、死火口湖和神代遗迹。艾姆路直接给桑乐推荐了死火口湖，而桑乐却决定先去树海窟。在他滔滔不绝讲述理由之时，上次帮过桑乐的赛卡琳正悄咪咪的在墙后偷窥他们。你这样真的很像个跟踪狂啊，小玲。另一边，桑乐的宿敌亚瑟正在自家工会的基地开会，老大对他们的表现非常不满，让他们下次必须从桑乐口中问出独特剧情的相关情报。亚瑟却提醒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先结局那个吧。老大似乎有些不耐烦，目前只有他们知道那个出现的条件，反正遇到就能得到经验，特地去挑战也没啥好处。其他人也都跟老大意见一致，亚瑟不想跟这群胆小鬼继续待在一起。凭现在这个只想安分守己的阿修罗会是无法达成他目标的，而亚瑟的目标就是消灭独特怪物7大最强种之一的守墓的伪扎艾蒙。桑乐才发现艾卡琳之后，顿时慌张起来，以为对方是报复他上次把人家当踏板的事情，拉着艾姆路就跑。赛卡琳还没来得及跟桑乐打招呼呢，在街上跑到桑乐又被阿修罗会的人发现。确认玩家名字后，那群人立即追了上去。看到桑乐前进的方向是神代遗迹，他们就给队友发信息，先去那儿埋伏着。殊不知这是桑乐的暗度陈仓之计，假装要去神代遗迹，其实到半路会钻小巷子前往树海窟，只要能把跟着他的人甩开就行。一场紧张刺激的追逐战就开始了，套个床单就能挂绳子上 cosplay 了。离谱的是，敌人还真就没发现桑乐。等他们走后，桑乐带着艾姆路继续在屋顶上前进，总算把所有敌人都甩开了。结果突然感受到身后极强的压迫力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赛卡琳。桑乐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，而赛卡琳缓缓地伸出手指，下一秒，桑乐面前出现了一条好友申请，他人都傻了。赛卡琳还特别有礼貌地鞠躬致意，希望能和他成为好朋友。桑乐也这时候才发现，人家还是个女玩家。然而喜欢粪作的直男桑乐早已被粪作思维荼毒，他居然觉得这个好友申请是赛卡琳引诱他露出破绽，或者从朋友做起，让他主动提供独特剧情的情报。总之就是不信任人家，真的想跟他做朋友。不过越粪作无视的他才不畏惧这一点挑战，先配合你一招，之后再反将你一军。说着同意了好友申请。小玲顿时心花怒放，暗恋了这么久，总算可以在游戏里跟他加上好友了。当即主动示好，表示可以帮他攻略游戏，却被桑乐以为是想卖他人情而毫不犹豫的拒绝。桑乐还要前往下一个区域，就告别了赛卡琳，而小林还站在原地反复回味刚才和桑乐的对话，直到阿修罗会的人追上来，看到赛卡琳的背影，那人吓得直接就跑。与此同时，桑乐和艾姆路也到达了树海窟，穿过长长的走廊后，一人一兔被面前的美景震撼到了。这树海窟未免也太漂亮了，里面的昆虫魔物都是五颜六色的。虽然在桑乐眼里，这些都是行走的经验值，他立刻掏出双刀开始杀蜜蜂，并且获得了储存蜂的蜜袋，紧接着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一朵花。桑乐带着艾姆路躲进草丛，防止打草惊蛇，然后掏出一把投掷用小刀，径直射了过去。原来这花竟然是螳螂魔物的屁股，桑乐这一刀直接把他捅得屁股开花。经受过那么多试炼的桑乐，面对这些小魔物简直不费吹灰之力，不知不觉就收集了不少道具。正查看掉落物时，突然感受到身下的震动，是一只超大独角仙在吸食花蜜。周围一群帝国蜂对他虎视眈眈，女王一声令下，所有帝国蜂立刻朝独角仙发动进攻。桑乐看热闹不嫌事大，薅起一朵蘑菇当话筒，担任解说员，还采访了嘉宾艾姆路小姐。没想到独角仙突然张开翅膀，直直撞向女王蜂，胜负立即见分晓。失去女王的蜜蜂们也马上散开，没有蜜蜂打酒的独角仙重新爬回树上继续干饭，即使身上还插着好几根蜜蜂针。桑乐不禁感慨，这独角仙还挺有王者风范。
结果对方突然回头看向了他们，然后直接追了过来。桑乐和艾姆路吓得拔腿就跑，大概被独角仙误以为他们是来抢饭的。意识到这点后，桑乐便掏出之前收集的蜜袋，扔在了一旁开花的螳螂屁股上。果然，独角仙立刻转换了目标。桑乐趁机攻击独角仙身的伤口，一连串暴击之后，独角仙偶尔还掉落了好几个物品。桑乐渔翁得利，美滋滋。不过接下来的大蜘蛛可就没那么好对付了。